嗨，我是佑，欢迎收看我的频道。那这一期我们来说一下新手如何开始理财。接下来我会介绍3种最赚钱的投资方法。那这3种方法是很多百万富翁还有亿万富翁都在使用的方法。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通过这3种方法做到12年旅行，不需要工作就有钱，让我在50几个国家旅居。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自由，不想被时间跟地点限制的话，那就关注我的频道，我会经常跟你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赚钱的方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好奇，有的人他们小学没毕业，中学没毕业，可是长大以后他们是百万富翁还有亿万富翁。其实我们的学历跟我们的财富的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学校教我们的这些东西是教我们以后如何成为一位职员。在学校里面他们并没有教我们如何去用钱赚钱，然后也没有教我们投资理财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你想一下嘛，如果全世界的人他们都知道如何用钱去赚钱呢，那谁还会花时间去打工呢？对不对？那谁还会去这么辛苦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穷人，他们都没有钱，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用钱去赚钱。所以要想赚很多钱，就要在于你懂不懂如何赚钱，然后你知不知道赚钱的方法是什么。在我的视频里面，我总是鼓励大家去多学习投资理财或者赚钱的知识，就是因为你懂的东西越多，然后你才会赚得更多。你对变成富人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然后你不知道你应该投资什么的话，我建议你把你的时间跟精力花在以下的3个投资上面，然后你最好是选择一个来做，这样子的话你比较专注于一件事情，成功率会比较高。那第一种最赚钱的方法的话就是投资房地产。那你知不知道有钱人他们都是如何去投资房地产的呢？那有钱人富人他们买房子不是为了自己住，他们买来房子是把它租出去，然后在租出去的这段期间他赚取了一个被动收入，等房子升值以后他要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然后赚取差价，赚了这个差价他又会去别的地方去找一些比较便宜的但是升值空间很大的那种地段去再去买房子，就这样不断的操作，然后他们买的房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他们赚取的被动收入也越来越多。因为你想一下，你的房子每个月租出去给别人，你赚的那个租金就直接是在你口袋里面的，对吧？然后再加上你把房子把它卖出去以后，然后你赚的那个差价也是一大笔钱，然后你可以用这一笔钱再去买房子，就是这样不断的良性循环。所以这些有钱的人就越有钱。如果说你们要靠房地产投资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可能会说我没有钱啊，我没有钱买房子啊，我如何去做这个房地产投资啊？你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要先去累积一笔房子的首付，然后你有了这笔首付以后，你去找银行贷款，银行借钱给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以后，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给别人，但是你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租出去的这个租金要比你的贷款的金额要大。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还这个贷款，这个房子本身就可以帮你还贷款。而且如果你租的这个租金比银行贷款高的话，那你每个月还有被动收入进来，然后等房子增值以后，你可以把它卖掉，然后赚取差价，然后再去买房子或者再去买商铺也是可以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操作。所以就是累积第一笔的首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可能就是不适合现在身上没有资金想马上投资的人，可能现在就不太现实这一个。但是你可以等之后有了一定的资金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这样的投资方法。像我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就是银行贷款买的，那个时候我不太懂投资理财，那个时候我才20岁，10几年前，银行你首次贷款的话，在中国的话你可以贷款30年。但是这个时候我又想说，我不想贷款这么久啊，我就想贷款的年份少一点，这样我还贷款的话就快点还完，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说我不要30年，我要15年，就造成了一个事情，我本来是只还现在一半的这个钱给银行，另外一半就可以变成我的被动收入。所以这10几年来我都没有通过这个房子赚到过太多的被动收入。就是你在买房子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房子以后租出去的价格会比你的那个银行贷款高，而且要高挺多的，这样子你可以赚取更多的被动收入。像我第2套房子就是买的2手房子，卖给我房子的这个人他是有贷款的，我就傻傻的一次性把贷款全部还清。其实我不应该一次性把这个贷款还清的，因为我可以用这一笔钱去买另外一套房子，然后再贷款，然后再把这房子租出去，我又可以用那个租金去还银行贷款，这样我就再多一套房子。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傻，我就不懂什么是被动收入。有钱我就觉得我想把这个
贷款还完，我不想去欠债什么的，觉得不想负债累累，其实就是不懂理财，跟懂理财的思维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几点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要注意，贷款越长越好，然后你要确保你的租金比你的银行贷款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的租金比你的银行贷款低的话，这个房子就不是一个好房子，就是一个负债。所以买房子的时候，先看一下这个房子它出去的那个租金多少，然后你如果买这个房子，每个月还的贷款又是多少？所以你要算清楚这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就是有了钱以后一次性把贷款的尾款付清，因为你可以用这个尾款去做其他的投资，然后去赚取更多的钱。然后那个银行贷款的话，就让它继续贷下去，反正你这个房子每个月赚的租金可以去还上这个贷款嘛，所以你就不用担心。然后这样你用这一笔钱去做另外的事情，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第二种最赚钱的投资的话，就是打造一个可以产生被动收入的企业。创业一旦成功的话，它的回报率是很高的，100倍、1000倍都是有可能的。但是90%的人创业他都会失败，所以创业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创业失败的话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你选的这个行业不是你喜欢，不是你热衷的，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坚持不下去，你就会想放弃，因为你不喜欢做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你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的话，就算你做了不成功，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生意模式不对，什么都要亲力亲为，这个生意必须你在场，你不在那你就不能运行下去。那这样的生意的话，就是一个不好的生意模式。因为一个好的生意模式是不需要你在那里，然后它也会继续给你赚钱。所以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要去想一下，需不需要你在那里？你可能前期创业的时候会在那里，之后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不需要你在那里了，这样的生意才算是好的一个生意。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也要想一下，这个生意你涉及的人群有多少，多不多？你涉及的人群越多，你赚的钱就越多。还有就是以后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不需要你在那里，这个生意也会自动的运行。如果你不在那里，然后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那这样的生意的话就不是一个好的生意。就是你要想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你花几年的时间在上面，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如果说你做一个事情你不喜欢，然后你失败了，那你这几年的时间就浪费了，而且你做着你不喜欢的事情。那如果说你做的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做了几年，就算它失败了，但是你很享受那样的过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吧，我本来是潜水教练，然后我之前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旅行，赚的钱不多，但是我很开心。然后我之后去大溪地，本来也想当潜水教练的，那边属于法国，法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教练的证书，所以他们就不会让其他国家的，就比如说拍底啊这些的教练在那边教学，你必须要考法国的这个教练证书，你才能在法国教学。所以当时的话，我就是没有这个证书，所以我就没有去做潜水教练，在那边就在大溪地开了一个餐馆。然后投入了很多钱，然后做了几个月，哎呀，我就觉得我实在是不喜欢就是做餐厅啊这一块的东西，因为那个岛上面的人很少，就没有这么多的生意，所以就你看到没有什么起色，你就会很失望，然后就想放弃。然后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生意给关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几个月我在做什么？我怎么感觉这个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做任何的东西，我生意失败，然后亏了钱，而且我这几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去哪里了，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做你喜欢的东西才好。就比如说我之前做旅行直播，我做这个直播当时也不是为了钱，是觉得好玩。然后我去做这个的时候做了半年，就算我现在回头想之前做直播的那段时间，我也是觉得很开心的，因为我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个做直播的这个钱还可以让我去付我的这个旅费，所以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首先要想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它的前景怎么样，然后它涉及的人群怎么样，多还少，是服务一条街，还是服务一个城市，还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那你涉及的人群越多，你赚的钱就越多，所以就要看你想赚多少钱，所以你的生意模式就要做多大，还有不要用你的时间去赚钱，就是这个生意是不需要依赖你，也可以自动运行。所以当你在打造一个生意的时候，你就要去往这些方面去想。那刚刚在下雨啊，不好意思，我去关了一下窗户。对，然后现在刚好雨停了，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面，现在是雨季，就经常会下雨。好，我们现在接着说第三个最赚钱的投资方法，那就是有价证券，包括股票、基金、债券、数字货币等等。做股票啊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它的门槛很低。
像美股平台 eToro $50就可以开始投资了。如果你是新手投资的话，建议你工作赚的钱可以拿一部分的钱存下来去做有价证券的投资。它投资的类型有分长期、中期、短期。那长期的话，一般是1年以上到几十年都有的。那中期的话，就是几个星期到几个月这样子。那短期的话，就是几个小时到几天，或者几天到几个星期。那长期投资的话，就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看盘，所以你就是把钱放进去以后，你就等很多年，然后它会自动的通过复利的力量为你累积财富。然后你也不需要太多技术面的分析。长期投资的话，你还可以缴的税会比短期的投资税来的少，所以就有很多的好处做长期投资。短期投资的话，它就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看盘，还有就是懂得利用一些技术面的分析，还有一些正确的技巧，然后该止损的时候就要止损。那短期投资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回报高，我建议就是用你能够接受亏损的钱去投资，因为短线投资的话，它的风险很高。如果你连续亏损几次的话，可能你的本金就没有了。很多短线投资者，他们之后都会变成做长线。做短线的人，他们累积到一定的资金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钱放在长期投资里面，然后之后的那个长期投资的股息，它的金额大于他每个月的开销或者其他花费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不用再去做任何的短期投资，然后就利用长期投资组合里面的股息就能生活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反正就是记住，做股票投资就是有价证券投资这些，只做自己懂的，不懂的话你可以先去学习，学习了然后再去投资。但是你也不需要去把这个东西全部学得这么透彻以后，然后再去投资，那你不知道要学多久。就是你可以边学边投，边学边投。建议大家把大多数的资金放在长期组合里面，用可以输掉的钱来做短期投资。如果说你不能接受亏损，建议你不要做股票投资或者是其他的有价证券投资，因为这些投资的话都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千万不要借钱去做这些投资，因为当你把钱投下去以后，然后你不知道这个市场它是走高还是走低，所以有的时候你等的话，等个几年都有可能。所以如果说你是借钱去投资股票或者是有价证券的话，那风险是很大的。如果别人说要你还款了，你没有钱还的话，那你就只能割肉去卖掉，或者是你输掉所有的东西了，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们玩股票输钱，他们会去跳楼自杀，就是因为他们输不起，他们承担不起。如果你没有做好有风险的准备的话，建议你不要投资股票，不懂的就不要去碰。要碰的话，先去学习一段时间，了解一个大概以后再去投资。你学的越多，你懂的东西越多，你赚的钱就越多。如果说你想做有价证券的投资的话，我建议你去做一个全面的计划，去分配你的资金。在你做之前，要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是有把握完成的，就先做一个计划出来，把你想实现的时间还有金额也把它写下来。记得短期只能用可以亏掉的钱去做。如果说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建议你去找一个工作，然后存一些钱，同时学习投资理财。你可以去看书啊、上课啊，或者是看我的视频。你可以订阅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了。然后你在学习投资理财的同时，你可以去做一些实际的投资，然后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摸索，让你的投资技巧变得更多。当你懂得越多的时候，那你赚的钱就会越多。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买房子之前先去确保这个房子租出去的金额会比你的还款金额高，你能贷款的年份越长越好。如果有钱的话，不要一次性把贷款还完，你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做另外的投资，然后赚更多的钱。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产生被动收入的企业。你要创业之前先想一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的前景怎么样，它涉及的人群多不多，然后需不需要你花时间在上面，你能不能不在那里它也可以自己运行，把这东西想透彻了，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去创业。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有价证券。那有价证券的话就是门槛低，然后你可以很快的开始投资。那下一期的内容是如何财富自由。如果你想我做更多的投资理财视频，就在下面给我留言，并且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给我点个赞。好，我们下一期见，拜拜。